我们家买完房子以后，安装了新的锅炉。以前锅炉是用油去供暖，现在我们使用木质颗粒供暖。就是前几期能源视频那期，大家看到的那种小的颗粒，有人说像猫砂一样的那种木头，就是用那个供暖。从去年的12月份开始，这个工作人员就开始给我们陆续的安，截止到今年的7月份，刚刚所谓的完成。当初我们选锅炉的时候，考虑过很多种能源给我们供暖，但最终我们选择的是木质颗粒。当初我们找锅炉公司想要安装锅炉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告诉我们，今年已经满了，或者是你可以排到下一年，或者是后一年。有的呢，甚至说你不是我们这个区域的，你找你们区域那边的公司吧。这就是德国办事风格，不是说你给钱了，人家就要。整个前前后后用了1年多的时间，终于找了一家，也是朋友推荐的，他家用这家的设备，这家的公司人还不错，就卖锅炉，他这家人还不错。对，先说这个木质颗粒这个东西，它是用木头打碎了之后压成的这个小颗粒，然后这个锅炉呢，它会把这种颗粒烧完之后，而且它是烧得非常透，基本你就说一大袋子这个木质颗粒，最后烧完之后都不够这么一小把的灰烬，它燃烧得非常好。它的环保怎么样？环保据说是可以啊，因为它叫再生能源，指的其实就是这个啊。这个是德国政府会给补助，如果你是按照那个8罚的这个补助的话，它给你报销45%。如果你是按那个银行的那个补助，那个是能给你达到50%。但其实呢，它其中有一个5%是，就算是比那个8罚多的这部分吧。但是呢，你要是走咖啡的那个贷款，就那个银行那个补助，你需要去到一个叫 Berater， 就相当于一个专业咨询这么一个人，你要给的咨询费就是起步价800以上。这个钱你回头算下来之后，其实差不太多了就。而且你要是按他那走的话，他会给你出了一系列方案，就说你第一步你是换这个锅炉，接下来你是不是还可以安个房子保温呢？然后你是不是把所有窗户也换一下啊？他是一步一步来，你必须达到每一格，他给你这个相应的这个返钱什么的，就太麻烦了，就干脆就不整那个，因为钱数也差不多嘛。我们就弄的那个8罚的。从今年2月份开始，木质颗粒就是已经不算这个清洁能源了，因为毕竟你要砍树嘛，砍树就不算清洁能源了。可是呢，现在又赶上这个特殊时期，能源又比较紧张。我们家买的这个锅炉属于销售公司，他有一个合作伙伴，另一个公司是属于安装的，他俩不是一家。但是呢，负责安装他这个锅炉的，整个这个区域就这么一个人，就这一家，而且这一个人呢，他就是一个公司，就是你没有的选择。你要所在这个区域，你必须找这一个人，你找别人不好使。而且像他们这样的安装人员，比如说你要让他们安装其他品牌公司的锅炉，他不会给你安装，他们会安装他们相应合作的这个公司锅炉。其实安装锅炉也可以讲价，接下来告诉你怎么讲啊。就是说几个报价吧，这个起码还有几家是给我们报价的。在离我们这20公里有一家企业来了，说你这个我们算一下啊，连锅炉再安装全下来是45000欧元啊。我说这个价格太高了，能不能便宜点？因为之前我们听朋友说那阵就是2万块钱全下来，然后说这个我们是下不来的。最后找这家全算了这个报价，大概在4万块钱以内就能下来。我一看这个还行，就选他家了。然后就联系他这个安装锅炉这公司，因为它是相当于是2份价格，一部分是买这锅炉的钱，另一部分是安装的钱，相当于2部分价格。接下来就说到安装这事儿，安装这事儿这人他绝对是多赚我了，赚了很多。因为一般来说安这个锅炉是在1万到1万2是安装的费用，就包括把你原先的东西全拆走，把新的东西安上完事儿。这人来的时候跟我说呢是，哎呀，你这个大概在1万2到1万4之间，明天我给你发报价。结果把我报价发了之后是19990，2万块钱，就是2万块钱，2万欧元，我说人工费。
我说这么整，那咱没法弄啊，你这差太多了。最后的价格是说17000全下来，说就17000，把这事儿全搞定。我说那你报价格你得改啊。他说没事，那个东西都是一个大概晃的合同，只要在价格范围内，就是写多少都行的。你放心，我这人说话算数。为给形容还这样，我这个人说话算数，就是我的嘴是就是意思秃唾沫是个钉那意思。用咱中国人说话，我说那一大老爷们这么大岁老头了，你信人家呗？咱也实在就信了。都以为人家像咱一样的。在圣诞节之前，一边休所谓的大年假似的那种。安锅炉这个人带着他的一小舅子就来了，把所有这个锅炉都放到地下室了，说这现在这个气温早晚温差这么大，你这个电子设备容易出那个有冷凝水，这个设备就坏了。我赶紧先把它给你放地下室，等过完节之后我们再来操作，因为现在用来把你原先那套锅炉拉走那帮人家也在放假。我一看这行啊，这热心很好，挺细心哈，替我着想。然后下一年就开始安吧，总共从头到尾，他一开始跟我说大概是10天之内的活，可是我把这日子全算下来啊，他大概用了半个多月。而且这期间呢，还有很多活就是小活，因为他一开始跟我说你看我这边吧就我一人，有时候你帮我搭把手什么的，回头价格直接给你便宜，你也合适我也合适，对不对？我一看也行，无所谓。他说我给你都是一些什么小活，就帮个搭把手，递一下东西，可能最多就这样了。这不到最后这个7月份的时候，终于把东西全整完了，然后再看他有哪些东西做的是没按咱们说的做的。我们家这套系统里边是有太阳能的，到夏天时候用太阳能就可以给热水加热，就正常洗澡就行，不用再买木质颗粒。冬天呢，就是太阳能加木质颗粒一起。我们当初买了2块板，每一块是2米乘2米的太阳能板安装上去的。然后这2块板本来我是想放的朝南，大概朝南一点，因为我家是东西线的房子，大概稍微偏南一点，我放那个角上，正好那块没有挡的。说好了，结果这老头把这东西放到房子正中间，而且是稍微朝北那一侧。我说你这什么意思？他跟我说，我跟你说这个朝向啊，这个管的角度怎么的，跟我说一大堆技术名词，我保证是不懂。但是我起码我再怎么不懂，我知道这东西是朝南好，不是朝北不好。因为我本来南边那一侧要安板那一侧吧，我本来想要做那个房子这个往上抬高的那个东西，将来那块可能还要挪什么的，所以说我也就无所谓了，他那换吧。关键是这个东西是达成了协议以后，他私自改的协议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放木质颗粒的那个仓库那屋，本来要是把整个屋子全都变成仓库的，这个就很大，就填充一次够我们用个2年3年那样。可是现在呢，他把这个东西让出一个过道了。第一，他安的时候有点好，他比以前好安了，要不然他那块想了很多管，他嫌包的费劲，要不然那水管在水里挪走的话活太多了。他就把这房子给我缩小了，他倒是征求我意见了，我这块给你缩小行不行？要不然这回冷凝水将来你这块也麻烦。我说都是为你考虑啊。我说那整吧，小点无所谓了，那整吧。因为咱家本身也用不了那么多。到最后7月份的时候，7月初那几天，跟我说，你看我现在这活干完了，您对我的工作还满意吗？我说行啊，挺好的呀。虽然我知道他很磨叽，我说行啊，挺好。他说，哎呀，你看用户的这个感受对我来说很重要。那接下来你看那个账单是不是能给我付了？我说那你账单拿来吧。说我回去给你发啊，2个小时。2个小时之后我就给你发。我说行。好积极呀！我说咱确定好这价格啊，是17000就完事儿。因为这个17000是在他说让你汇钱这个的前一天，你俩还再确定一下。可是2个小时，这他人整2个小时之后收账单上写是17500。17600。17600。17600。好吧。我一看不对劲儿，我就给他打电话，我说这600咋回事儿？然后他说的确就是多出600。我说咱不说好了吗？他说没有这600块钱，我这事儿没法完成。我说那关键咱不得讲信吗？他就一个人跟我说他没有这600块钱不行。我说那好行，我给你付，但是你要几点你要把这事给我整完，就是接下来这几点，还有我这8罚这个申请文件的事儿你得帮我处理。他说这都没问题。我说那行吧，我就把钱打了。结果呢，他有那个包那个铜管的那个泡沫那个软管，要套整个水管的外边，保温用的那个。对，他跟我说3天之内知道，或者这玩意儿简单，你套吧就完事儿，您就整吧，我们就不过来了，这玩意儿没一会儿就完事儿。我寻思我无所谓，对不对？
就是说咱们花着人工费，还得咱们自己去干着活。对，而且还有材料费。而且到现在是9月份了，这个东西到现在2个月了还没有到。一问就说，哎，我给你们定了，这个物流那边有问题啊，我给你问问吧，就这么支。然后还有一个，他需要他出一个手续叫液压平衡的东西，他是2周之前他说他找一找那手续，他给我发过来，结果到现在也没信儿。德国人吧，就是把所有的东西落到纸上他会遵从，但是不一定落到纸上他就完完全全遵从，明白吧？但不落纸上的东西他们肯定不会遵从。所以我就说所有东西完事儿我再给他钱，但是他说哎呀不差那点儿了，就心善嘛，然后就把这个钱就都汇他了，结果就各种手续啊还有东西啊就会开始拖不回信儿。现在还有一个处理方式，就是我有一个法律保险，就是将来有这种合同之类的出问题，我是可以跟他打官司的，手续费都由保险公司出。就是他这种明显不占理的东西，我可以告他。安装的这个锅炉在过程当中需要烧烟囱的，他来做这个测试，你这个东西出的烟符不符合标准，有没有危险什么的，他给你出一个报告，这报告加在一起是大概250块钱左右。现在就是所有手续都基本准备齐了，就差这个安锅炉这人他出一个液压平衡，还有安锅炉这人差我那个铺那个水管的那个软管。那东西我也看了，大概是1块多不到2块钱1米，一共加起没几个钱，那是整这干嘛？我都不理解了。还有我有一种最大的可能，我觉得他其实这人是真是忙，他防不过来。尤其现在这种能源危机，就大家都想去安木质颗粒，而不想去用油或者是嘎子。对，就是咱家这个东西，就是那个软管那钱，我跟你说，加在一起不超过100块钱下来了。而且那一个手续都现成的玩意儿，他扣章发就完事儿，对他来说真的不是什么事儿。我们购买锅炉加人工费再加太阳能板，总共花了35000欧元，其中呢人工费占了17600欧元，太阳能系统呢是2700欧元，其他的都是正常的锅炉以及它的一些配件的钱，你们可以算一下多少钱。按理说呢，他们工作人员刨下来墙砖头，他们要恢复成原样，并且把刨下的垃圾都清理干净，可是这个都没有。你们看一下，现在这个整个屋子很多垃圾就是这么摆放的。其实能讲价的部分也就是跟安装的人，你要跟锅炉公司去讲价，觉得可能性不大。这锅炉已经安完了，这部分就是炉子的部分，然后这部分是料仓，把这木质颗粒倒到这个料仓里，然后这个炉子上面这部分是烧火的，下边这块是放炉灰的，然后还有一个外挂的炉灰壳子在这边上。那我这屋一共有2个 SPY 箱，就是这个储水罐，然后这2个储水罐呢分别在3个点都互相连通了。那也说其实2个储水罐相当于1个储水罐。新的这2个是热表，这是往上去水，这是往下回水。这有一个水泵是智能的，据说可以连在手机上控制什么情况下它上升多少帕什么的。然后如果说一切都不好使了，最后可以有这个，其实这相当于咱们中国那个热得快，把这个插在电上，然后这些东西就可以加热里边的水了。这个就是放置木质颗粒的仓库，一个小窗户打开，底下呢是锥形的，方便于木质颗粒往下堆。这面2个口。那我们家每一个房间都会有暖气，那这个锅炉就是用于供暖的，其实跟国内是一样的。那国内是一个小区或者是一个大区或者一个城市有一套供暖系统，像在德国来说，每一个房子有独立房子也好，还是什么房子也好，它都有单独的一套供暖系统。那如果是住公寓的，那它会有一个公寓的集体的供暖系统。听到大家很多人说那个，还想问一下其他这种取暖的方式，油、gas 还有电、地热这些，我们以后在视频里再给大家详细介绍这几个对比。今天我们俩就先跟大家唠到这儿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